Hello， 大家好。之前呢收到了一封这样的邮件，国内的生活让我喘不上气，今年本科快毕业，感觉完全看不到希望，就想着有没有逃离去日本的可能。我了解了几个方式，留学或者读语言学校去打工，不知道如何取舍，家里无托举，全靠自己，向往文明和自由，请问有什么建议？那么今天呢就来详细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一条一条来说。首先最优先你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语言。那关于怎么学日语，其实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有的人从小就看动漫，自学就可以过 N1， 那也有人花了很多学费去学日语，最后连自我介绍都说不明白。那么这里分享几个我自己真实体验过的学习途径。那么第一个就是国内的日语培训班，学到 N3 的话差不多应该是6000人民币左右，然后效果方面呢，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照本宣科，而且有的老师甚至会有一点口音，所以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国内的日语培训学校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去看网络上的公开日语课。我又要说周叶凡了，我上次发那个日语学习视频，我看到有人说我不介绍具体的学习方法，就会说一些假大空的话，然后我想说，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跟周叶凡老师学的日语，周叶凡老师网课就在 B 站，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呢，虽然我自己是从他的 N2 网课开始看的，但是他的 N3 网课听说也是讲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日语初学者你就去看他的网课，一看一个不吱声。而且呢，我最喜欢周叶凡的一点就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讲课效率超级高。然后呢，他会重复很多的例句来让你记住某一个语法或者知识点。但是呢，这种网课其实也是偏应试一点，主要都是在讲语法。那么如果我们还是想练习口语的话呢，最好还是找日语母语者去进行绘画，因为口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语言环境。我说实话，你学再多的语法，哪怕 N1 拿满分，都很有可能还是哑巴日语。那如果你人不在日本，去哪找语言环境呢？这时候我就要推荐大家使用专业的线上语言学习平台 iTalki。 我自己实际体验下来， iTalki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语言学习平台。首先比起那种千篇一律的大课堂，这里使用的是个性化1对1课程，老师呢会根据你的个人需求和学习目标来制定专属的课程。比方说我最近好久没说日语了，日语能力超级大退化，于是我就立刻预约了一个老师。那我的个人需求就是想要提升一下我现在日语的发音以及说长难句的能力，这个老师就根据我目前的日语水平和需求，给我定制了一节类似玩游戏的专属日语课。寝る時、頭の下のもの。枕。ビンゴです。跟母语者老师，一方面可以锻炼语感，另一方面母语者其实会更容易理解，或者说猜出来你想要表達的意思。ちょっと読んでみてください。北海道に住んでるなら、雪を見たことないわけがない。その通りです。而且呢，我们可以从母语者那里学到更地道的表达方式。レンジ使った時にさ、ゼロになったらチーンとかピピピピって言うでしょ。だからチンするって言います。上课的时候，老师也给到了非常及时的反馈和指导，提升我们的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iTalki 在全球有3万多名老师，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都有可以选择的老师。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你可以选一个会说自己语言的老师，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然后呢，他们每一节课是单独付费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随地的学习语言。然后呢，现在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前50个新用户首堂课满10美元减5美元哦。OK， 那第4种方法就是日本的语言学校。日本的语言学校在我看来优势和劣势都非常的明显。最大的优势当然就是你可以获得一个长期的日本签证，那人在日本你就有可能有日语的语言环境，你就有可能找到打工。那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想要零基础来日本的语言学校，包括我自己也是零基础直接上的日本语言学校。所以呢，我刚刚说的前面都加了有可能，我觉得有一些劣势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下，让不太了解的人稍微清醒一下。那么第一个劣势呢，就是日本语言学校进度其实非常慢，而且呢老师的水平相当看运气。每天语言学校老师提供的那么一点点照本宣科读课文的机会，其实我觉得称不上一个非常好的语言环境。所谓的语言环境，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寻找，自己找机会交朋友啊，自己去找活动参加，自己去找打工。然后第二个劣势就是价格很高，性价比其实非常低。那我们假设你在语言学校半年可以学到 N3， 那平均的学费大概会在40万日元左右。但是呢，这个只是学费，没有包含你的生活费、房租、水电、交通等等等等，并且半年学到 N3， 这是一个很乐观的假设。很多人
人，包括我认识的人，在语言学校待1-2年都没有学到 N3。所以呢，语言学校我个人认为说白了，花钱买签证，就是它只适合愿意花钱也愿意浪费时间去体验的人。就是像我这种非常享受浪费时间的人，如果你的资金不是那么的充足，然后你也不喜欢浪费时间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有更高效的办法。那关于这个更高效的办法，我等一会儿再说，或者你们可以跳转。 OK， 那可能有人会说，我可以一边上语言学校一边打工啊，主播你之前不是也一边上语言学校一边打工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考虑一下第二个问题，钱。首先我们来算一下，靠打工1个月在日本能赚多少钱。法律规定留学生的打工时长最长是1周28个小时，然后时薪的话，北海道这边最低是1075，东京最高是1226，也就是说你打工1个月最多可以挣到12到13.7万，12-3万日元是一个什么水平呢？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关于生活成本的一个视频。虽然因为我住一户建，有一些成本会比住普通的マンション要高一点，但是呢，我是没有房租的。实际上12-3万在日本，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其实日本的消费水平哪个城市它都比较平均，勉勉强强够活着的水平。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能过特别艰苦的生活，每天就吃一碗乌冬面就能活着的那种特别能忍受艰苦的人，12-3万真的只够活着。而且如果你在东京这种大城市的话，只能住那种特别破特别小的房子。也就是说，在合法的范围内，我们打工最多只能给自己提供一个生活费。那么正如你所说，在家庭没有托举的情况下，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的存款够不够付1年的语言学校的学费。其次呢，如果是日语零基础来的话，打工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找到的。在日本語全然わからない的情况下，面试不合格的概率会非常非常的高。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日语可能只能自我介绍的时候还面试过一家餐厅，那家餐厅急招人，他都没要我。在日语水平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你能找到的只有那种非常辛苦的体力活，比方说去工厂的流水线跟尼泊尔人和越南人一起打工的那种活。然后呢，我知道可能有人看了我之前那个学日语的视频，有讲我打过很多的工，好像我是一个非常励志非常可以作为榜样的人。我也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成功学，如果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零基础来日本第2个月就找到高薪打工的那种非常心灵鸡汤的人，大家肯定都爱听。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主播找到的第1份打工纯粹是因为运气好，真的纯的就是因为运气好。当时是因为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机场需要大量的外国人 staff 去检查游客的核酸证明，所以呢，我当时连面试都没面，直接就去了。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具有一个非常强的时代的局限性。然后呢，我之后其他的打工都是我日语变好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呢，我当时是代购了学费和生活费来的日本，我并不依靠打工挣来的钱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把打工当做一种乐趣和体验，同时兼顾我的日语学习。我说这些真的不是想泼冷水，但是有时候生活的真相就是这么的残酷。我不觉得看一些成功学或者心灵鸡汤对于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任何的帮助。我只想把最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做出最正确的判断。那么关于刚才我说的更高效的方法，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对于家里无托举全部靠自己的人，姑且把你这句话理解为你暂时没有太多的钱，我的第1个建议是，来日本语言学校之前，先把你的日语水平干到 N3。N3 的语法其实是生活中最常用最重要的，这个可以确保你开局的时候生活方面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并且可以极大的提高你找到打工的概率。其次呢，先在国内上班赚点钱，先把你第1年的学费攒出来再说。那么如果攒钱对你来说太辛苦，日语学校的学费对你来说太高了的话，还有第2条路，还有第2个建议，如果你可以更努力的学习，在国内把日语学到大概 N2 的水平，可以绘画的程度，那么你可以考虑自己给日本的教授发套词信，申请日本大学院的研究生。那这里的研究生呢，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研究生，它是类似旁听生的一种概念。这个旁听生的身份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个
长期的日本签证，并且你不需要每天有半天被孤在学校，你的时间是自由的，并且一般的学校都有免费的日语课，并且你的老师、你的指导教授他还会指导你去准备修士的考试，并且最重要的是旁听生的学费其实很便宜，一年只需要大概38到45万之间，也就是人民币2万左右。那么有的学校呢，甚至还有比较便宜的宿舍可以提供，它比日语学校的性价比高很多，而且对你提供的帮助非常大。如果说你在这个身份之下可以考上国公立大学的修士，那么你有可能还可以申请奖学金和学费的减免，在金钱方面的开支会少非常的多。总的来说，当我们以一个普通的学生身份去考虑润日本这个议题的时候，前期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无非就是2个，语言和钱。那么在这2者之中呢，我个人是觉得语言更重要，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语言好你可以找到打工，语言好你可以上更好更便宜的学校，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金钱，知识就是力量。 Sorry， 我现在真的灯味有点重了哈，不好意思。所以最后我想说，如果大家想在 iTalki 上学任何语言的话，欢迎使用我的优惠码。其实我拍这种视频真的很害怕大家觉得我在说教，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想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是用文明和自由这种过于宏大的词语去思考，总是去进行这种宏大的叙事，总是去使用这种宏大的词语，会让我们失去描述具体问题的能力。如果你不能把具体的问题描述出来，何谈解决问题，何谈真正的前进呢？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今天听我说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